下象棋往往一个小兵就能决定全局的胜负。各位棋友，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金钩炮第8局。红方直接金钩炮，黑方这里并没有选择当头炮，而是选择进卒。那么这一局金钩炮采取了一个小兵横冲直撞，直达边锋。红方上马，黑方也上马，红方出车，黑方也出直车。进车巡河，黑方平炮亮车。这里如果说红方直接对调，那么在这里我们前面讲过很多局，对完车之后呢，虽然说黑方退了一马，但是红方车2进4这一步棋显得走得多余了。平车避让，黑方这里就采取主动进攻，来势汹汹，车8进8卡住象腰，意在平车过来，倒吃炮卡住马，进炮打马，势必要在这里得子。红方称势拦截，黑方马7进8，形成一个上外马，势必将来车马对红方的左翼有一定的展开进攻。此时红方是不准许的，选择退炮打车。黑方这个车目前来说，他退的话，如果说退只能退到这里，也仅此这一个位置。此时红方在这里选择进兵，当然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技巧，他能不能先上马呢？看起来也很不错，但是黑方可以马2进3，这里截成弹子炮，将来在这里还有一定的防守。我们就看棋谱的走法，选择先进兵，这样走的话，使得黑方想跳马的话，只能选择马2进1。如果再次马2进3的话，进兵的话，这里马势必会有牵制，同时黑方这样走也是意在炮2平7平8，将来火力集结。那么好了，红方上马，此时黑方平炮过来，实行双炮车马，展开进攻。黑方在这里抢先退马，这里踩着车，黑方这个车就比较尴尬了。退的话车口，进的话如果进一步的再次飞象打车，干脆索性进车底线。那么好了，红方开始进行反击，平炮中路，这也是先前采取一个小小的进兵的意图，使得黑方2个马都是跳外马，中路比较空虚。黑方先称势补后中路，红方进炮打掉，先手将军，黑方飞象补后，红方也飞象。这里飞象的目的，将来车9平6占据内道线，再次升车，然后出帅，中路有炮，实行铁门栓杀法。黑方平车抢先占据，红方来了一个强硬对车。那么好了，棋友们在这里如果你是黑方的话，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看看你要不要对车呢？首先说明红方是要强行跟你对车的，如果说你不对的话，这里这个车走开的话，红方再次有平车过来，我们稍作演变，将来提车的话势必出帅，形成3把手的杀法。黑方这里干脆果断，直接进车对调，红方出帅吃掉车，吃完之后局势还是比较有利于红方，因为接下来平车占据内道线，再次进车下底，绝情铁门栓杀法。黑方赶紧回马调整阵型，红方平车绝杀，黑方快马加鞭赶到，这里既防止红方进车底线，同时马还踩着中炮，红方退避3舍，这里还瞄着马，黑方上马吃掉。好了，吃完之后，这里轮到红方行棋了。前方为什么攻不动呢？感觉没有杀棋现在双炮一车，包括小兵已经杀机4起，如何展开呢？进兵，这里主要就是针对黑方这个3路马采取措施。他这个马使得红方前方所有的进攻都是没有好的进行。现在他不能吃如果说进卒吃兵，进炮一打马的话，底线守不住了，无论你打不打炮都是绝杀。黑方在这里如何化解呢？
赶紧退车回来。正好这一条线比较畅通，将来车能够调到中路，或者说平车过来，使得一个防护。红方直接进兵吃掉，吃完之后还威胁马，显然不敢平车吃啊，进炮打马，马一旦拔掉，那这个棋啊也就结束了。黑方关键的一个招法就是平车占据中路，这里既捉炮也是解杀。首先我们在这里说明一下，面对铁门栓的杀法的话，中路有炮，内道有车，最好的方式要么弃车砍炮，要么对调内道车，或者补后中路。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还吃着红方这个炮，红方采取进兵。黑方这里要不要上马吃兵呢？当然这个变化并没有演绎，我们稍作分析一下。如果说上马吃，红方平车吃，吃完之后你这个车还不敢轻举妄动，你平车吃兵的话，那么好了，再次先把这个马打掉，然后再次平车占据内道线。即便是你占据内道线的话，那这里还是红方占据中路比较有优势。这里显然黑方这个马丢子了。我们再看看黑方现在又该怎么走呢？现在没有杀棋，选择退马。红方上马，这个马稍微有点多余，因为本局并没有启动2个马的进攻。此时红方在这里又轮到黑方行棋，马2进1踩着兵。那么好了，这步棋相当于有点推波助澜，反而红方平兵吃车。这步棋一招两用，大家在这里要仔细看一看，看起来是平兵吃车，实则是腾挪炮位，接下来进炮下底。黑方这个车只好选择平车闪开，这里还吃着马，此时红方进炮下底。那么好了，现在能不能吃马呢？如果说直接进车吃掉马的话，平兵进车下底绝杀，你是拦不住的。当然在这里如果说他不吃的话，随便走一步棋，比如进卒的话，红方依然是平兵进车下底绝杀。即便是你挡住中路，那现在这里借帅助攻，千里照将依然是一个杀法。黑方这里想解杀怎么办呢？选择平将出来。那么好了，此时这里红方又采取了一个从长计议，把拳头收回来，再有力的打出去。这个炮回来之后，将来占据内道线。现在红方这个攻势非常的强，黑方这个车又过不来，只好选择进车吃马。先前这个小卒在这里吃完之后，红方平炮，接下来就是一个绝杀。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杀的。比如说黑方现在随便走的话，红方平车，这里将着军，老将如果说进去了，中路有炮，铁门栓杀。如果说称势的话，进兵砍士，同样是杀棋。那黑方比较勉强的，只好选择进将。此时其实在这里红方已经能够攻杀了，黑方已经是抵挡不住了。这里其实是有很多杀法的，我们稍作演绎，稍微提一下。平车这里将着军用炮将的话，现在老将动不了，称势的话进兵砍，中路有炮你来不了，只能硬着头皮吃。接下来重炮是将军，平车也是将军。好，我们返回来，当然这里还有更加凶狠残暴的杀法，直接进兵。同样这里还是将军，现在你是用炮打呢，还是用士吃呢？其实哪一种走法都是一样。比如用炮打进行防守，红方进车直接强行吃炮，你现在还不能用士吃，炮和车双将，再次老将上3楼，一招平炮绝杀无敌。这里完全采用了车炮拼，4个大子采取一个引蛇出洞，硬是强行弃子，把黑方老将引到3楼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进行闷杀。
好了，棋友们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进攻的杀法非常的精彩呢？昨天那一局啊，有棋友们说啊，那一局简直是太精彩了，而且太凶猛，欺负人了。那如果说我在平时下棋的时候要把大爷气着住医院了，我是不是该负责任呢？也是朋友们在调侃。那么今天这一局啊，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个比较低调的天外飞仙的招法。好，我们直接开局。红黑双方啊依然是猎手炮，开局啊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走到分界点处。双方啊都上，一个是上正马，一个是上边马，形成了一个大猎手炮的开局。红方出车抓炮，黑方品车保住，进车巡河。黑方也走模仿棋，出车抓炮，同样进车巡河。那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抢先兵9进1，接下来暗藏跳马打车。黑方先品车啊，避让一步，红方依然是上马。那走到这里之后呢，显然要踩黑方的3卒。如果说一旦踩完之后呢，那这样的话，车炮子力啊比较通透，同时啊也有这个马跳起来，在这里势必啊有一定的威胁。那显然黑方不愿意，选择了卒3进1，红方兵7进1，将计就计，招惹黑方。黑方显然呢他是不会吃的，如果说直接吃的话，平车杀过来，而黑方选择了一个炮8平7跟你对车。那这里也被称之为对窝车。如果说直接对掉的话，显然红方不得利。同时黑方啊这个6路车啊在这里位置啊可进可退，占领了军事制高点，还能接应自己的子力往前输送。显然呢从局势上面来讲啊，黑方已经反先了。所以说这里红方直接避让一手，此时黑方进卒吃掉，吃完之后红方平车吃掉。那走到这里之后呢，接下来就有2个变化了。前面我们第一局啊有讲过，红方这个车势必啊双车马炮对黑方的这个3路马有一定的威胁，同时啊火力集结对他空虚的右翼啊有一定的进攻。他有2个思维，一个是炮5平6平炮，然后飞向啊双炮保马。那这里啊被我们杀的是连连败退。那他第2个是选择主动出击，马3进4。那这里一走完之后呢，红方直接进车砍象。那这里就到昨天的非常精彩的地方了。这里显然呢就给黑方啊扔了一把飞刀。前面一局我们讲过，黑方直接跳马吃掉，被红方一个退车抓马，然后形成的双车炮啊非常强大的顿挫招法，让黑方啊这个车啊双车啊都是连连败退，招架不住。这个变化非常的精彩，棋友们可以结合前面视频呢一起观看一下。那这是中飞刀的变化，今天我们主要讲它不中飞刀的变化。我吃马的话会吃亏，那我这里选择直接马4进6，既暗藏有威胁你的3路马，同时还有马6进8，接下来有卧槽。那这样的话势必来说啊对红方呢有一定的威胁。如果说一旦红方的这个3路马拔掉之后呢，黑方的这个中炮能够发出，这里啊势必他双车通透啊，对我们啊有一定的反击之势。那正在走到这里的时候呢，棋友们思考一下，如果说你是红方的话，接下来该怎么走呢？这步棋啊可谓是天外飞仙，只要这一招走对啊，相对于整个棋局啊立马豁然开朗。好，我们话不多说，红方啊直接马8进6，这就很奇怪了，真是鬼才思维啊！起初这步棋我也没看懂，但是后来我才发现这里有奥妙所在。这里我不吃你马，反而呢你这个马呀还这么大胆，这简直是走得太不可思议了，还要踩我的这个马，同时这里还威胁中炮。那此时黑方又有2个变化，第一个是直接平车吃马，第2个呢是我不吃你马，直接马6进7吃我们这个3路马。首先我们看它直接平车吃马的变化，这里一吃啊，相信棋友们就会发现了，刚才这个弃马战术啊，主要是为这个车炮啊腾开道路。此时红方直接进炮下底，那么接下来黑方就会发现，刚才这个吃马呀显然是上当的。红方既有退车抽车，也有退车抽马，所以说他这里啊车马目前来说都不敢动。他选择一个好的方法，就是直接车8进4，形成了双车连环霸王车。那么接下来势必会有上马踩马，踩完之后呢，或者说上马踩炮，
既减轻中路威胁，同时啊，他这个中炮也能发出，有这样暗藏的手段。那此时啊，红方啊，照常理来说啊，要防守一下，但是啊，古朴是直接采取弃子，有杀先看杀，直接车8进8，抵达黑方的阵营。那此时啊，黑方目前来说啊，还没感觉到有什么好的杀招，同时他这里子力啊也不好舒展，他选择了直接进炮先打掉我们3路兵，势必啊接下来进炮打向，准备啊从底线反击。但是在这里啊，红方直接来了一个移形换位，中路也不守了，同时这里也不管了，直接来了一个炮平击，这是非常关键点的一个精彩杀法，棋友们一起来欣赏一下。那正在这时候，黑方直接进炮打向这里一将军，红方称势。那接下来中炮要发出啊，他选择先上马踩掉。反正呢，我也不怕你抽车，如果说你抽车的，我霸王车的话，大不了兑换一个。那走到这里之后呢，棋友们，这里是有一个2步绝妙的杀棋，你能不能看出来呢？如果看出来了，欢迎在评论区打个666。好，此时啊，红方直接平车，砍士弃车一将，那只好仅此啊平将吃掉。这里老将上不来，接下来直接进炮的话，重炮绝杀。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弃车的手法以及啊双炮车的杀法非常的精彩呢？手起刀落，迅速就拿下了。好，我们返回到这个节点，当红方上马乘胜追击的时候呢，那黑方啊平车吃马的话，显然是中了飞刀，红方啊双车炮迅速绝杀。那第二个思维啊，黑方是直接啊上马踩掉我们3路马，这里啊黑方也是用心良苦，既引诱红方平炮过来打马，同时暗藏有中炮发出。这样的话，势必啊对黑方来说啊，他也能够大军杀到，同时啊他双车通透。那正在此时啊，就给红方留下了一个难题。同时这里黑方啊，你这个马呀不理会他还不行，他这里接下来进车砍士啊，就是一个钓鱼马绝杀。好，棋友们可以跟着一起思考一下。那如果说你站在红方的话，接下来你会有什么好的精彩妙招吗？首先我们分析啊，红方如果直接平炮打掉马的话，此时啊他在平车吃马，显然我们红方啊，如果说这个马逃开的话，他这里就绝杀了。这个马逃不了，这里又打不了，打完之后呢，他这里一吃了一交换的话，黑方多子。正在这个时候呢，相信棋友们应该能够想啊稳妥的保守起见，但是啊古朴啊就直接啊平车砍掉他这个士，这步棋啊可谓是啊吓了在场所有人一大跳。啊，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平车砍士，难道你这里是有杀吗？接下来红方有连续的精妙手法，迅速连将绝杀。首先我们可以看，如果说将5进1的话，这不太合理，不吃的话不合理，同时他这里还有平炮打掉马的话，这个8路车啊也能够迅速杀到，所以说黑方直接平将吃掉。那么吃完之后呢，平炮将军同时亮车，这里一将军呢，古朴是直接啊将5平4，同时啊我这里还认为还有一个平炮拦住的一个走法，接下来我们分别为大家讲解。首先我们看直接将5平4的变化，那此时红方进车一将，黑方将5进1，再退车一将，通过2步顿挫，红方这个车啊迅速抵达下2线前方阵营。此时红方在中炮发出进炮一打，这里江浙军呢，你这个炮势必要走开呢。如果说你进炮打掉的话，这里首先可以说不吃你的，同时直接跳马。那他比较顽强的就是炮5平4，此时啊红方依然是跳马将军啊，没办法呀，只能称士。那么接下来再次平车砍中士，相信走到这里之后呢，棋友们应该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车马炮3子中路组合杀法。那只好将5平6，此时再进车一将，只能起来再来一个底线抠杀。所以说这个精妙的手法非常的凶狠，完全是前面一个弃车砍士啊引蛇出洞才落得黑方啊连连败退。好，我们依然返回到这里，
当红方平炮将军的时候，前面我们讲过，如果说是直接将五平四啊，这个走法显得有些牵强。我们看它比较顽强的抵挡平炮挡枪，那此时啊，我们依然是进车将军来一个顿挫。其实这个变化和前面是一模一样的。那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依然有跳马将军，此时啊，这里有炮，这里有马，双将，老将还是只能进来，再次中炮发出，将军同样啊，再称势又走到了和前面一样的结局。所以说他这里啊，这个变化并没有掩饰，但是啊，相信兄弟们，如果说这个变化不走出来，大家肯定有疑问。那这里一将军只能平车，再次进车将军呢，同样是个绝杀。好，由此可见呢，黑方在这里啊，中不中飞刀，只要一采取进攻的话，显然呢，红方采取他空虚的右翼啊，展开连续精妙的杀法，这也是红方啊把象棋的组合杀法发挥到了极致。那今天又为大家介绍了2个非常精妙的精彩杀法，球们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精彩呢？如果说觉得不错的话，欢迎给我点个赞，强烈推荐一下，也欢迎棋友们啊在评论区交流。今天这一局啊，可以说是局中秘当中啊，弃马13招，非常啊打破常规思维，在开局啊就直接挑起战端。好，我们直接进入精彩对局。双方是顺炮应对，红上马，黑也上马。此时红方出横车，黑方出直车，红方穿弓而过，黑方进车过河。那么走到这里之后，接下来红方直接进车压住，接下来有平车、倒吃炮、卡死马。那么黑方眼见于此啊，赶紧走了一个马2进1，他比较好的走法是马2进3，形成双正马。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接下来就形成了弃马13招最为标准的开局阵势。此时红方直接来了一个车9进1，准备弃马，黑方直接打掉。好，也就这里开始打完之后呢，接下来这一系列的变化就落入红方的设计的圈套。红方开始弃马的目的主要是采取先弃后取，主要思维让他这个炮发出之后呢，攻击他的7路马。那么前面我们有讲过，黑方有5个思维，第一个是直接退炮跟我们来进行交换，第二个呢是退马。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围绕它第3个变化，直接退车回来。后面还有平车吃兵以及称势的变化，我们稍后也将会讲解到。那么此时走到这里，前面我们介绍过红方第一种方法，直接平车过来，车炮抢马。那么今天我们介绍它比较直接的，就是直接进炮打掉中卒，这也是大家最喜欢看的，在开局就展开对攻。这里打完之后，就给黑方留下2个抉择，到底吃炮还是不吃炮呢？黑方2个变化，第一直接吃掉，第二士6进5。今天我们先看它直接吃掉的变化。那么吃完之后呢，这里主要是刚才敢打中卒，就是进炮牵制他的车马炮，目的是打掉他的黑车，直接打掉。之所以黑方在这里敢吃炮也是采取一个巧妙交换，他是想着吃完之后的炮占中路，同时采取一个一车换2的措施。此时黑方直接上马将军，这里中炮将军呢，他的优势有底炮，还有一个中炮，形成了一个天地炮。此时红方又有2种方案，第一个是直接飞象，第二个是称势保住。今天呢，我们着重讲解它飞象的变化，因为这2个变化稍微比较复杂。好，此时我们看红方飞完象之后，黑方又有2个变化，直接是上马吃马以及上马吃象。我们先看它吃马的变化，这里是能够捞一个实惠，虽然是弃了一个车，但是能够夺得我们红方的更多的大子，显然呢黑方也是比较满意的。当他吃完之后呢，红方平车过来。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平车过来站内，也是把采取空虚的左翼，准备一个防守。这也是当头炮顺炮开局最为比较好的阵型，双车站内，这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那此时黑方又有2个策略，第一个是回马踩中兵，第二个是直接出车。首先我们看他直接回马踩中兵，他的目的也是这个炮防止我们退车围困他这个马。那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直接进炮下底，
目的接下来进车砍底式就是个绝杀。黑方赶紧士4进5，形成了互保。此时红方再次进车，双车准备接下来平车砍中士就形成了底炮平顶贯的杀法。黑方眼见于此赶紧回马将军。他的目的将军借此机会把这个马位再次调回来进行救驾。此时红方选择士4进5补后中路，黑方直接回马，这里就显现成了这一个孤马在这里形成的一个防守。显然我们双车炮已经兵临城下攻进来了。黑方目前来说这一个马在这里是任务比较多，既要守住中士又要守住底士。那这里红方直接品质砍中士将军，黑方不敢跳马吃如果说直接吃马的红方进车砍士的话，就形成了一个陈压军的杀法。所以说他在这里当我们吃中士的时候，他只能选择将平4。那好，走到这里之后呢，因为这个马在这里始终既能守住中路还能守住底线，所以说红方平车再次将军，黑方将4平5，再次回到中路。此时这里又有2个方法，既可以退车吃马，还可以平车吃马。首先我们直接看他平车吃马的变化。那这里现在黑方这个马也没有好的地方可逃，他选择了出车。那么古朴现在有直接退车吃马，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走法，就是直接平车过来。这里接下来就是要直接砍底士，就是个绝杀。因为吃马的变化稍微多2步棋，这里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讲解。黑方仅此将平4，此时进车砍士，这里将军只能退炮，但是也为时已晚，红方直接平车吃掉。好，走到这里这个变化我们稍微在这里总结一下。红方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先弃后取，最后集结双车炮进行了针对他薄弱的底线的老家进行攻破，使得黑方这个马先前进攻无力，只得退回去进行连连防守，但是也为时已晚。这也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也要着重老家自己的阵营的防守。好，我们继续看这第2个小小的变化。当这里黑方吃完马之后，红方平车过来进行了守攻。此时黑方就并没有吃兵，而是选择车1平2，迅速出车，以免战争结束，这个车还在老家睡大觉。此时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进车卡马，这个马显然是没有地方可去，他选择直接退回来。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直接采取刚才故技重施，依然进炮到底，接下来进车砍士就有绝杀，只能赶紧称士双士连环进行解杀。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红方直接还是和前面一样，准备平顶贯杀起。黑方眼见于此直接进炮打掉中象。打完之后呢，红方这里虽然说这里不能砍士，但是这里可以采取一个直接进帅。如果说这个中炮不能够打回去的话，因为打回去的话反而将军，所以说我们这里砍士并不太合适。这里进帅吃炮，那么走到这里之后接下来眼看古朴就并没有往下演变下去，认为黑方是一个必败的局面。因为这里接下来要吃炮黑方目前来说这个炮一旦拔掉之后，平车砍中士就是个绝杀。他中路子力动不了，又没有什么子力可防守。那么我们可以看，即便是他这里进车过来保炮，因为这里你还不敢飞象吃炮，如果说飞象吃炮的，他这里进车就是个闷杀。那这里走完之后呢，红方又该怎么走呢？完全可以直接平一步帅。那这里帅一旦平开之后呢，这个炮既吃着炮，同时这里还有杀。这个马跳到边路起不了什么作用，这里也可以由此推断出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把子力集结火力到一起，这样的话形成左右互攻。好，接下来眼看红方直接爆破就是个绝杀，平车砍中士也是可以的，先吃掉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我们继续看，当黑方跳马这里中路将军的时候，红方飞象，
此时他这里可以采取第二种方案，就是先不吃马，而是直接吃我们中象。这里就走的比较更加的凶狠，因为吃完象之后呢，接下来只要敌跳马的话，不管是往左还是往右，只要一卧槽的话，是马炮双将绝杀。所以说红方赶紧趁势解围。此时黑方又有两个变化，第一个是直接跳马卧槽将军，第二个是直接先出车。那么我们看他比较浅显的就是直接跳马将军，此时红方仅此率五平四。那么接下来黑方走了一个炮五平六，他的目的想既先占据内道，同时还有称势，还有退炮打车，从此从这个边线进行内道进行将军，因为我们老帅进不去。那么此时红方就直接抓住机会平车，这里要吃炮因为显然黑方目前来说稍微有些头重脚轻，虽然说他现在双炮马前方在凶狠的进攻，但是他这个相当于拳头打在棉花上面，没有太大的进攻力度。此时这里抓炮，黑方也没有办法这个炮打势也划不来，只好选择了车一平二，选择交换。那么红方果断吃掉，吃完之后黑方回马踩掉。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红方直接平车捉双。有鉴于此相信棋友们一眼就能够看定胜负已分。这里吃炮吃马，黑方丢子之后呢，红方还有车马炮三子，还有非常强硬的进攻优势。反观黑方现在是双炮双马，目前来说不能够组合成杀。由此可见我们下棋一定要先出动老家的大子。那这里黑方还有第二个变化，就是不先跳马将军，而是选择了车一平二，先出车。这里出车的目的既防止红方平车过来抓炮先手，抓这样一个死炮对车，同时也是迅速出动大子，准备深车过河，把车调出来进行采取助攻。那此时红方赶紧先车六平四，占据内道。此时红方进车，这步棋可谓是比较凶狠，他可以平车过来，借助抓炮的先手，把这个车调动起来，再次跳马一将军的话，我们出帅，正好这个马能够挡住红方的马腿，此时他能够进车下来助攻。所以说红方赶紧退炮，既粉碎你这个梦想，同时也是一招两用，平炮到中路，既将着军，同时还回吃着马。此时黑方赶紧先跳马将军，把这个马逃开。红方率五平四避让，这里还有进车砍士。黑方眼见于此赶紧先称势。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又是一个关键点来了。古朴走的是直接车九平六，双车占内。但是棋友们有没有第二种好的方法呢？那这里我也给大家推演一下。我个人认为先平炮到中路，进行一炮正五子的话，稍微更加稳妥一点。好，那么我们就先采取古朴的走法，因为古朴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古朴选择双车占内的话，此时黑方选择炮五平六，既挡住我们这个车把这个车给困住，同时接下来平车过来就是个绝杀。那怎么办呢？眼看好像是黑方临杀在即，此时但是红方有先手之力，直接破坏掉平炮中路一将军。此时这个势撑不开如果说撑势的话，退车吃炮，那这里黑方就没有杀。那怎么办呢？他只好选择平车先挡住。那好，红方直接退车吃炮。那这里吃炮显然黑方是丢子的，但是黑方也不甘示弱，而是在这里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兑换，他也选择吃炮。因为如果说我们进兵吃车的话，他也退势吃车，这样交换下来，显得黑方好像是还能够子力上面还占优一点。他双炮一马，但是这里红方也知道这个车即将被吃掉，一个巧妙交换的手法，就明明知道这个车会被吃掉的话，直接采取弃车砍士，多吃掉你一个。那黑方也没有办法，这里将着军只好退势吃车。吃完之后，此时红方再进兵吃车。好，
正所谓单车难破势象拳，红方也是采取一个巧妙对子的手法，多吃你一个士，接下来车马能够迅速能够达到前方进行围攻。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也果断投降了，古朴也并没有往下演变下去，认为红方是大占优势。不仅这个兵种有优势，同时黑方目前来说势象不全，很容易被攻破。